豆腐，以其多变的形态、丰富的味感，在中国人的口中穿梭了2000多年。清清白白的外形，几乎是它给所有人的印象。可在广东韶关的张氏镇，豆腐在当地人心中烙下的是另一种印记。老板，这黄色的是什么豆腐来的？这是我们张氏最出名的黄色豆腐，就是整个韶关都已经出名的了。这个黄豆腐吃起来它是皮脆肉嫩的，为什么它堪称粤北一绝呢？因为这边的逢年过节的就必须吃的一道菜了。欧继行口中的黄豆腐，堪称粤北一绝。绝的不单单是外形，绝的关键在于它那让人难以想象的制作过程。没产生什么经济效益嘛，所以我爸，上世纪那个90年代末他就已经放弃了嘛。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苦累但没有丰厚回报的活儿渐渐被人们遗弃。张氏黄豆腐也不例外。但是，也总有那么一些有想法、有毅力、有目标的人，想继续传承祖辈留下来的绝活。36岁的欧继行就是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嘛，我看到有篇这样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中国没什么百年老店嘛？那我想一下，我在外面漂泊也累了，想回乡创业，想找一个就是属于我们当地有100年历史特产小吃来去做嘛，所以我就回乡做黄豆腐嘛。从开启豆腐人生的那天起，欧继行每天都会在下午1点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制作黄豆腐的第一步是选豆，黄豆的好坏直接影响豆腐的出品。精选这些材料都是用这个本地的，这些好像起虫的、上油的是不能要的了，可能我们只选这些饱满的嘛。待黄豆经过2个小时的吸水膨胀后，欧继行开启了打浆机。豆和水的调配，磨浆机转速的快慢完全掌握在欧继行的手中。打浆、煮浆、滤浆、点石膏一系列的工序，跟普通豆腐的制作没有太大的区别。接下来的步骤才是细肉。在豆花放入模具之前，欧继行和父亲得以最快的速度把小麻布规范地铺在模具上的每个小方格里。完成所有模具的准备后，豆花刚好成型。打的时候要打得均匀一点，不可能太大块，如果太大块的话，它就很容易爆的。第一次你先包一边，它一边走水一边成型了嘛。等它走了水之后，又调过来，又从第一版的时候把它包成型。最后一版豆腐包裹完成，第1版豆腐刚好成型，可拆布。这个无缝衔接的过程，由不得双手多停留1秒。接下来要准备给豆腐上色。黄豆腐的黄，并非食用色素的化学作用所致，而是取决于当地的一种野生植物黄栀子。这是做黄豆腐的第3个环节，就是用大锅来煮的。先把这个黄芪水倒入去，等它豆腐均匀上色。因为黄芪子它就具有清热下火的功效。小豆腐在热水的催化下，慢慢吸收了黄栀子的色素和精华。待小豆腐浮起水面时，就可以起锅了，然后被统一安排到空调房里乘凉。这个就是我煮好的豆腐储存进来的，要等到它滴干水，第2天才能去烤的。凌晨4点，欧继行豆腐小作坊的灯准时亮起。接下来的活得老父亲上场，赶在天亮前完成黄豆腐制作的最后一个工序——炭火烤。
烤嘅就會放軟火啊，搽啲油啊。为什么要放油？黃豆腐糠嘅就個軟樹啊，個長時間啊，保鮮啊，這個容易。从第一块豆腐放下烤网开始，欧大叔的手就不能停下来。没有智能科技精细的流程设计，过程只能凭借大叔的经验之手来判断。一块好的豆腐必须准确地把握好烤的时间，稍微不留心就会过火烤焦，而时间不够，豆腐就会软而不脆。阿叔，可能幾多咧？嗱聲出啊！放7、8車。切把隻間出啊！兩個我出當後啦，兩個大門嚟嘅。幫下笑嗰陣，嗱，我話先出啊，啲咯。黄豆腐的整个制作过程工序多、耗时长，纯手工生产，还价格低廉。但这一切都不影响父子俩的合作无间。600块豆腐是虚日的必备。我还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我想将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特产文化一直就是传扬下去。南紅人釀豆腐別具一格，將芋頭絲同豬肉末做成餡料，混合茶油，再釀到豆腐乾裏邊蒸熟，清香撲鼻。一般食用油嘅煙點只有100攝氏度，高溫煎炸嘅時候容易產生有害物質。但係茶油嘅煙點達到200攝氏度以上，油煙少，尤其適合煎炸使用。南紅特色小食油炸糍粑就係其中嘅代表。万大嫂早起劳作，是为了制作仁居镇闻名的奇特美食——红菌豆腐。这门手艺是万家祖传的，全家的生计就靠它。逢時睇嗰啲一係冇一個就係冇變啊。喂，搞個水球等於有温度，用熟了鋼葉，鋼葉好變你就可以變着呢，下面就上去着。红菌豆腐的奇妙之处，就是豆腐表面的那层红菌。红菌丝其貌不扬，用它调出来的菜却异常甘甜，吃过后总让人回味。在味精尚未面世前，红菌一直是广东客家地区唯一的调味料。相传，有户人家把豆腐渣放置在房顶上，晾晒的玉米棒坏了，长出的红色菌霉掉在了豆腐渣上。在凑巧的温度和湿度下，豆腐渣上长出了一层红色菌毛，散发出一股清香味儿。从那时起，广东客家地区就开始流行这种偏奇的食材。继续风光。豆腐里还残留着手工制作的余温。万大嫂急忙把2板新鲜白豆腐和1板提前发酵好的红菌豆腐放上手推车，步行到农贸市场门前摆摊。在仁居镇里，懂得红菌豆腐制作的有25户人家。万家的红菌豆腐卖得比同行要好一些，一般早上9点前就会告罄。
万家夫妻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万大嫂去了卖豆腐，万大叔在家开始了红菌豆腐制作的第2个步骤——翻炒。将备好的豆腐渣放在锅里，用文火翻炒，炒至豆腐渣干至手能捏成团，手上还留有湿印，却挤不出水。渣团抛汁及散碎的程度才刚刚好。睇嚟拿大鑊睇嚟就不停地翻炒，石頭就睇係8樣嘅50%的，滾石頭啊。ốc phèo này nắn chạy theo à ốc theo ít ốc phèo này ở phong chuẩn trung à phong đến chuẩn trung nó để trả đi thì khôi là。豆腐渣冷却后要撒上菌娘，菌娘是在发酵好的红菌豆腐上采下来的。不放菌娘的红菌豆腐也能自然长菌，但需要的时间较长。加了菌娘的红菌，夏天发酵时间只需2天，冬天只需3到4天。红菌豆腐的制作最重要的窍门是掌握好温湿干3度，如果过干过湿，都会长出乌菌或青菌等有毒菌类，一旦这样，整盆豆腐头就废掉了。对于万大叔来说，每一块豆腐都弥足珍贵，养家糊口、供书教学，靠的都是它。罗巴是人居本地的名厨，他每天都会准时到万家卖红菌豆腐。阿姨，风险豆腐拿上来。好，今天菜菜1两哦。哎呦，给你个豆腐的10分量可以哦。客家人爱吃豆腐，这里的菌含有一种纳豆激酶，具有溶解血栓、降低血粘度的作用。2015年的平远名菜比拼即将开始。罗巴今年让儿子出征，重点指导儿子参赛的红菌豆腐。食材间不经意的偶遇，碰撞出一种崭新的味道。而只有人居这一方的水土空氣，才能培育出這種紅菌。傳統潮菜豆醬焗雞，用普寧豆醬整雞醃製之後，再瓦煲燜焗，鮮香可口。醬香焗蟹亦都有異曲同工之妙。豆醬突顯咗蟹嘅鮮味。將豆粒研壓成泥，混合生薑等製成豆醬薑，用嚟煮魚更係滋味一流。普寧豆醬係各種醬香菜式嘅基礎配料，潮菜嘅點睛之筆。